上辈子我被拐卖到徐家，受尽了虐待，他们还想把我2次转卖给老头做媳妇。18岁这天，亲生父母找上门来，将我认回去。本以为能脱离苦海，可是徐家人为了钱，却不断地骚扰亲生父母，更为了一己私欲害死了我的家人。重活一次，我意外地能听到所有人的心声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徐英子，我重生了。其实，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女孩。6岁那年，徐母将我从人贩子手中买过来。从那天起，我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。1个星期前，我拒绝了亲生父母想要认回我的提议，反而留在徐父和徐母身边。此时正是我名义上的爷爷70大寿，周围都是小孩子跑来跑去，大红色寿字给宴会增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。徐母嘴里嗑着瓜子，得意洋洋地冲着我道：“哼，还算你识相，留在我们徐家，要不然我和你爸真是白养你一场了。”周围传来了亲戚的附和声，7大姑、8大姨指着我嚼舌根：“你养了他这么多年，英子要是直接走了，那可真是对不起你。”“是啊，是啊，更何况她将来嫁人还能给你留一笔嫁妆钱。英子长得这么漂亮，你可以多要点彩礼。”徐母停下嗑瓜子的动作，眼光从我身上不怀好意地扫来扫去，像是看货物一样。这时候，我听到徐母的心声：“哼，臭丫头还有点用，将来能卖个大价钱。”我看隔壁的老王就不错，虽然比他大30多岁，但是有钱啊。我站在一旁淡定地夹起一口桌上的大虾，慢条斯理的剥壳，掩饰住心中的滔天恨意。他们万万想不到，我已经重生了，而且还能够听到别人的心声。徐母说的老王是附近出名的无赖，谁都不敢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。他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我放下手中的大虾，转头看向徐母，一脸乖女儿的模样。“好啊，妈妈的话我都会听的。”徐母乐得哈哈大笑。我在心里暗道：希望你能活到我嫁人的那天，钱给你也要有命花才行。上辈子我被拐卖之后，亲生父母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。终于，苍天有眼，我在18岁生日那天被认回家。但是噩梦也随之而来。徐家以恩人自居，不断地骚扰我的爸爸妈妈，有时候甚至直接上门撒泼。爸妈都是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，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？后来为了保护我，更是惨死在徐家人手中。所以这辈子为了爸妈的安全，我选择了留在徐家。徐母得意洋洋，众星拱月一般坐在大家中间，听着亲戚们的恭维。徐府更是殷勤地倒了一杯水，送到他嘴边，体贴地嘱咐：“老婆，慢点喝。”周围人发出调笑：“哎呦，还是徐大嫂有福气，结婚都这么多年了，2个人还这么恩爱，真是让人羡慕。”徐母做作地接过水杯，放在嘴边喝了一口。他环顾四周，伸出手挎着徐父的胳膊，朝着众人炫耀：“哎呦，实话和你们说了吧，我老公啊，真是和其他男人不一样，特别的老实本分，从来不在外面乱搞。”老实？这可不一定，徐父在外面早就有人了，徐母也都知道。只不过2个人为了脸面，谁都没捅破而已。因为徐母要面子，在她眼里离婚就是一个污点。而且丈夫因为外面的女人离婚，会让左邻右舍觉得是自己没本事，留不住男人。这时，我听到徐父的心声：“烦不烦？
现在还在聊天。今天是小崔的生日，兜里还有送他的戒指，一会去晚了，又要生气了。这么多年，徐母苦苦维持的恩爱夫妻的假象，马上就要破碎了。嗡嗡嗡，手机发出震动声音。徐母的脸色有些难看地瞥了徐父一眼，示意他赶紧关机。徐父下意识咽了一下口水，手忙脚乱地把手机按灭，反扣在桌子上，假装无事发生一样。我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，想粉饰太平，没门。我拿起扒好的大虾，夹到徐父碗里面，假装惊讶道：“爸爸，你的手机屏幕亮了，是一个叫小崔的漂亮姐姐打来的，怎么不接呢？”此话一出，桌上热闹的气氛戛然而止，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这边。徐母更是使了一个眼神，示意我赶紧闭嘴。徐福紧皱眉头，心虚地拿着手机往衣服兜里放，低声呵斥：“别瞎说，你看错了，赶紧滚回家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”徐父慌了，我假装不解：“怎么会错呢？今天不也是小崔姐姐的生日吗？爸爸兜里面还有送她的礼物呢。”徐母猛地站起来，眼神死死地盯着徐父的口袋，她上前一步，粗暴地和徐父拉扯起来。徐母果然找到了戒指，她气急败坏地将戒指扔到徐父脸上，指着做贼心虚的老公：“大强，你竟然还和那个小贱人有联系，老娘我和你拼了！你都没给我买过戒指，现在竟然拿着家里的钱给别的女人花！”徐母伸出长长的指甲划过徐父的脸，紧抓着他的头发不放手，一边打一边骂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，我今天和你拼了！”徐府平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谁都要给几分面子，他哪里忍受得了这样丢脸？徐府反手一个巴掌打在徐母的脸上，他面露凶狠，朝着地下吐了一口唾沫。“呸！你这臭婆娘，少在这里和我撒泼！实话告诉你，老子早就受够你了。你要是不听话，就离婚。真以为我怕你呀？”有人拿出手机录下小视频。大家看不惯徐家很久了，平时徐母的不讲理得罪了很多人。徐母呆愣在原地，她万万想不到平时老实巴交的男人竟然会当众让自己下不来台。毕竟徐父是倒插门，这么多年徐家一直是徐母说的算。周围传来了窃窃私语的声音，大家都在指指点点。哎，原来在外面这的有人了呀，那徐大姐平时都是装的呀，真是虚伪啊。嘘，小点声，徐大姐平时就要强，现在自己老公出轨多半是自己做的。你们说是不是徐大姐的肚子不行，她老公才出去乱搞的？听到周围众人的议论，徐母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直接不管不顾地坐在地上撒泼耍赖。冬天的地上有些凉，但是她好像没有察觉一样。徐府再也忍受不了，他上前一步绕过在地上撒泼的妻子，不管不顾地往外面走出去，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这是一个报复的好机会。我动作迅速地上前一步，抓住徐府的肩膀，想走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我一副伤心的模样，从眼里强挤出几滴眼泪，伸出双手，动作麻利地扇了他几个大巴掌。爸，你对我妈这么狠心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几个巴掌全是你应得的。徐父张大了嘴巴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，不可置信地望着我。你这死丫头，竟然敢打你爸，真是反天了。我当然不是为了徐母出气，是为了我自己报仇。上辈子徐父吃喝屁赌样样都来，在外面欠了很多钱，每次钱不够的时候，都会找我的亲生父母要钱。他美其名曰是我的抚养费，
但是我在徐家从来没过一天好日子，天不亮就要做饭、打扫卫生。他们甚至还想把我2次转卖，给一个残疾的老男人做媳妇。我拍了拍手，冷哼一声：“打你我还嫌弃脏了手呢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，简直就是一个地皮。”徐府气得全身颤抖，他将外衣扔在地上，握紧手中的拳头，冲着我冲过来。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的老大。我反手拦住他，动作迅速地拿起桌上的饮料，照着他的脸泼下去。爸，清醒一点吧！你要是不想我揭发你的丑事，就赶紧滚出去。我双手插兜，一副心有成竹的模样，看着他的眼神像是垃圾一样。徐父在外面不只养了一个女人，而且还经常出去赌。徐父被我的话吓住了，他恨得牙痒痒，死死盯着我，摔门大步走了出去。我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，心里畅快了很多。徐母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我，眼泪鼻涕都混在了一块，看起来恶心极了。周围众人都在虚情假意地劝他。我伸长耳朵，听着徐母的心声：“哎呀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英子这个死丫头把老公气走了，她要是不回来，真的和我离婚怎么办？我这把年纪无依无靠的，后半辈子可怎么办？”原来是担心这个。我上前一步，将徐母扶到椅子上，做足了好女儿的姿态，假装安慰道：“妈，放心吧，只要妹妹和我在，就一定会照顾你。而且，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徐母忽然死死握着我的手，她颤抖着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对，妈还有你，你和你妹才是妈最后的依靠。”我抽出手帮徐母擦掉眼泪，整理好她鬓角的碎发，掩饰住心中的冷意，温柔地念道：“妈妈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”即使心里的恨意滔天，但是我面上仍然装出一副情深意切的模样。宴会结束之后，徐母在我的搀扶下回到了家里面。徐府早已经不知道去哪里鬼混了。第2天，院子里面忽然传来了一阵女人的吵闹声，叽叽喳喳的。“徐华，你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我带着你男人回来了。”我不紧不慢地看着徐母，她的脸上浮现了一丝难堪的神色，端在手里的茶水因为颤抖洒到了地上。外面的女人还在叫嚣，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徐母脸色铁青，她握着茶杯的手因为太过用力，变成了青白色。我慢慢地靠近她，伸长耳朵，听到了她的心声。这个狗男人居然真的把外面的女人带回来了，我还没死呢。他们人多，还不如让英子这死丫头替我去应付一下，免得起冲突又伤了自己。心声戛然而止。徐母眼神狠厉，目光朝着我看过来，她胖乎乎油腻的脸上努力地挤出一丝慈爱的笑容，显得滑稽又奇怪。“好女儿，你快帮妈把那个小三赶走，你也不忍心让我受委屈，对不对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上辈子我被他欺负虐待的时候，没日没夜帮他家干活，甚至吃不饱饭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求过。但是等待我的是一顿毒打。徐母被我的眼神吓得发毛，她强撑着站起来，走到我旁边，抓住我的手：“女儿，求你了，妈现在只能依靠你了。”我假装替她着想地道：“妈，你现在和我爸爸是合法夫妻，你的钱他都能花，要不然你先把钱转给我，我替你保管。只有这样，你将来才能有退路啊。”徐母拉着我的手猛地撒开，她狐疑地打量我：“英子这臭丫头不会是想下套害我吧？她不是我亲生的，肯定不可靠。”这是她的心声。我假装委屈道：“
妈，要不然你把卡放在我这里也可以，反正我也不知道密码。等到爸回心转意，我立刻就还给你。徐母还是有些犹豫。外面女人的叫骂声越来越大了，看起来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一样。徐府一脸看好戏的表情，悠闲地翘着二郎腿坐在一边嗑瓜子。这么多年，他作为倒插门女婿，早就受够徐华这个女人了。有人能给徐母难堪，他高兴还来不及。我也悠闲地坐在椅子上，拿起桌上的热茶，慢慢地喝了一口，等着徐母做决定。2分钟之后，他终于忍受不了外面的辱骂，咬咬牙，从兜里掏出银行卡塞到我的手里。好女儿，你妹妹不在家，妈只能靠你了。我低头掩饰住眼中的冷意，轻声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妈。”其实我早就听到了他的心声，知道了徐母的银行卡密码。砰！门被我大力推开。我端着一盆快要结冰的冷水，动作麻利地泼到撒泼的女人身上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小崔呆愣在原地，半晌过后，发出一声尖锐的报名声音。他身上湿透了，头上还有几个冰碴子，整个人看起来狼狈得像是一只落汤鸡。我将盆用力地扔到他的面前，落地的声音吓得小崔下意识地向后退一步，他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大肚子。旁边看热闹的徐父终于坐不住了，连忙扔下手里的瓜子。他着急地走到小崔身后，关心地扶着他的后腰。英子，你什么？你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？我意味不明地扫过小崔的肚子。看来徐父是笃定这个孩子是男孩，他怪不得敢这么嚣张，直接闹上门。小崔瑟缩了一下，装出一副柔弱可怜的模样，往徐父怀里躲。老公，我害怕。你女儿好凶，万一吓到了咱们儿子怎么办？说着还挤出了几滴眼泪。徐府还没来得及说声安慰的话，我直接上前，从他的怀里粗暴地拉出这个女人，照着她的脸用力地扇下去。呸！真恶心！你敢伤害我的亲人，今天我就让你尝尝什么痛苦的滋味。当小三还这么嚣张，真是不要脸。徐母站在一旁，感激地看着我的动作。徐母的心声：臭丫头还算有点用，先不用把她嫁出去了。但是我出气，却不是为了徐母。上辈子徐父就是受到小崔的引诱，才走上了赌的道路，更是他在背后出主意，教唆徐父死缠着我的亲生父母要钱。如果没有他这个狗头军师，我的父母也不会惨死，所以他也是始作俑者之一。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小崔的惨叫声充斥着整个院子。我打得累了，懒洋洋地收回手，用小手帕仔细地擦着手指，好像刚才沾染了什么脏东西一样。然后大大咧咧地坐在院子里面的椅子上，扬起下巴，傲气地指着小崔：“你要是想进这个家门，就老老实实的让我们出了这口气，否则你就和孩子睡大街去吧。”小崔恨恨地看着我，眼神中出现了难得的慌乱。他转头看着缩在角落里面的徐父，大声质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徐家你是当家人吗？为什么看到我挨打，你都不站出来？”徐父眼神躲躲闪闪，双脚踢着地上的石头子，就是不敢抬头正视小崔。他闭上眼睛，眼角滑出泪水。完了，完了，现在都完了。这个混蛋原来一直都在骗我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小崔的心声被我听到了。这时候，我冲着徐母使了一个眼神，他连忙站出来，态度和气地将小崔搀扶进屋，一副大度的模样。徐父目瞪口呆地跟在后面，他挠挠脑袋，搞不清楚状况，不明白
为什么本应该对小崔恨之入骨的徐母，居然转变了态度？其实我刚才在屋里面就和徐母商量好了，她一直想要个儿子。现在小崔怀孕了，如果能生下儿子，正好让他抚养长大。至于小崔生完孩子，徐母就打算让他滚蛋。他们一家人看儿子就像是命根子一样，如果没儿子，徐母都会死不瞑目。小崔就这样住了下来，平时由徐母照顾。徐府最近一直都是得意洋洋的，他觉得自己有本事，能够让大老婆和小老婆和平的共处一室。1个星期之后，徐家的女儿徐娇带着自己的老公回到了娘家。她高中的时候不好好学习，和校外的一个小混混搞在了一起，还未婚先孕，没过门就大着肚子结婚。这次回家，恐怕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想让娘家接济一下。徐娇一进门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，她惊讶地道：“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怎么会在咱们家？”徐娇一直都知道自己的父亲出轨，也知道小崔就是父亲的出轨对象，但这么多年她一直不敢撕破脸，就是为了这个家。现在的徐府的出轨对象正坐在餐桌上吃饭，而自己的妈妈殷勤地帮着他夹菜，像一个保姆。徐母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脸上闪过一丝难堪：“你这孩子，小点声，别吓到你催一肚子里面的弟弟。”徐父在一旁附和：“对，以后你们都懂点事，多赚点钱，为我儿子将来早做打算。我老了，一把年纪了，养弟弟就辛苦你们了。”他转身从柜子里面拿出酒杯，准备和自己的姑爷喝点，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。我假装上前劝慰，拉住徐娇的手：“妹妹，先回屋吧，等几个月之后，咱们就有弟弟了。”徐娇一听这话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她猛地甩开我的手，上前一步，将桌子上推翻在地：“弟弟，去他妈的弟弟！你们是不是不要脸了？为了儿子什么都能做出来，弟弟就那么重要吗？想让我养他，除非我死了。”徐母精心准备的饭菜撒了一地，盘子噼里啪的碎了。徐福显然也气急了，上前一步，直接抓住徐娇的头发，照着她的肚子就来了一拳：“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当姐姐的为弟弟多付出一点是应该的，你别搞不清状况。”徐娇哀嚎一声，痛苦弯着腰蹲下去：“爸，你……”小崔挪动着小碎步，双手扶着腰，挺着肚子来到他身边，语气奚落：“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少管娘家事情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句话你难道没听过吗？”徐娇抬起头，擦掉嘴边的血迹。徐娇的心声：“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。我爸天生弱倔，怎么可能让女人怀孕？”我惊讶地张大嘴巴，事情的真相居然是这样。徐娇痛得倒在地上，嘴张张合合发出的声音含糊不清。我连忙假装关心的样子，上前扶起她，把耳朵贴在嘴边。徐娇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像蚊子一样嗡嗡：“去医院，快帮我叫救护车。”机会来了，我猛地撒开手，夸张地捂着嘴后退几步：“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！你说的都是假话！”大家的目光都被我吸引住。徐母上前焦急地拉住我，询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”我假装为难，将头底下看地，为难的支支吾吾：“妹妹说孩子，崔阿姨肚子里面的孩子。”徐府焦急地大声喝道：“快说！他现在最害怕孩子出问题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，可千万别后悔。”我抬起头指着小崔的肚子，大声地喊出来：“
娇娇说：“小崔阿姨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你的。”爸，现在可不是将徐府不育的情况说出来，否则就没有好戏看了。徐府的身形晃动了一下，他擦了一下脑袋上的虚汗，强迫自己稳住，然后动作麻利地冲到徐娇面前，想问个明白。只可惜他已经晕了过去。徐府转头狠辣地看着小崔，紧握着拳头，等着一个解释。小崔，我女儿说的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真的背着我有别的男人了？小崔捂着肚子后退到墙角，双手捂着自己肚子，止不住地颤抖，脸上露出心虚的表情，但是嘴上仍然强硬地狡辩：“我没有，你别听外人瞎说，你难道为了别人的一句话就不相信我吗？不要我肚子里面的儿子吗？”徐府的表情有些松动，他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，毕竟小崔的肚子是他唯一的希望。这么多年了，徐父一直想要个儿子。小崔看到他没有下一步动作，小心翼翼地松了一口气。他大着胆子上前撒娇：“老公，别生气了，赶紧送你女儿去医院吧。”徐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背着徐娇往外走。这时候，我盯着小崔的表情，终于听到了他的心声：“呼，吓死我了！我和隔壁老张的事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这徐家的财产，我是一分钱都拿不到。”原来如此，我在心底冷哼一声，面上假装慌张道：“小崔阿姨，你和老张的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娇娇姐刚才怎么说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是她的呢？”小崔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心里的话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徐娇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徐府停下向外走的步伐，将徐娇放在沙发上。他回头，冷峻的脸上酝酿着风暴，双手紧握成拳，一步一步靠近小崔。“你居然真的背叛我了！我对你那么好！”啪的一声，徐父扇了小崔一巴掌，他恨得牙痒痒，早就没有了理智。小崔大着肚子，白皙的小脸上布满了清晰的手掌印，没过一会就高高的红肿起来。小崔捂着自己的脸，也不装了，他冲着徐府冷冷笑道：“你对我好，要点脸吧？你这个老男人除了会说谎，还有别的本事吗？就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，装什么牛？”徐父这辈子最恨别人说他是倒插门，这件事伤害了他作为男人的自尊，也是耻辱一般的存在。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，那你肚子里面的孩子也别要了，毕竟生下来也是个祸害，还不如我替你除了他。徐父眼神阴冷地看着小崔，下一秒，徐父一个飞脚用力地踹到小崔的大肚子上，将他踹倒在地。“啊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快叫救护车！”小崔捂着肚子不断地哀嚎，他额头渗出汗珠，滴落在宽松的孕妇裙上。小崔最后还是被送到了医院，只不过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徐府反而老实地待在家里面了。徐母虽然没有得到儿子，但是让老公待在自己身边，她也挺开心的。徐娇还在住院，一时半会回不来，她老公王凯不得不住在这里，来回奔波的两头跑。这天在餐桌上，徐母夹了一个鸡腿放到女婿王凯的碗里面，嘱咐道：“姑爷多吃点。”我仔细地打量着徐母，她化了妆，还换了口红的色号，一改平时对徐父的殷勤的态度，反而对自己的女婿关怀备至。看来是把我昨晚的话听进去了。昨天半夜，我特地找到徐母：“妈，其实爸爸是弱剧症状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妹妹也不是他亲生的。”徐母吃惊地望着我，伸出手捂住我的嘴，祈求道：“嘘，小点声，别让你爸听到，
要不然我就死定了。我拿下他的手，示意稍安勿躁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乱说的，只不过家里还有一套房子，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住进去？徐母警惕道。好啊，你这个丫头片子，居然敢威胁我。我点点头，从烟盒里面抽出一根烟点燃。烟雾让徐母的脸看起来有些模糊不清，但是想想也知道她正在骂我。我丝毫不惧，将烟灰弹到她的衣服上，缓缓开口：妈，你没有选择了，现在只有我能帮你。如果你还想留住爸爸，就乖乖听我的。徐母沉默。我拿住了她的软肋，像一个胜利者一样耀武扬威，踩在她头上蹦跶。筹码现在都在我这里，徐母必输无疑。没过一会，徐母艰难地开口，我听见她说：房子明天就去过户，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。我就知道她会妥协。徐母看着我的眼神好像一个陌生人，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毕竟这一切快要结束了。临走之前，我转头看着她，徐母的身影隐藏在墙壁一侧，月光照下来，一半阴暗，一半明亮。妈，我建议你赶紧生个孩子吧，至于找谁，你应该心里有数，对吧？毕竟有句古话是这样说的：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徐母听到这话之后，她仿佛梦魇一样，嘴里喃喃自语：对呀，只要生出儿子就能留住他了，一定要生个儿子。经过那晚的谈话，所以徐母这么多天才对自己的女婿王凯不断地献殷勤。徐母年轻的时候就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大美人，当时追求她的人又很多，但是徐母只看上了徐父，她盼着婚后能过上美满的生活，可是现实却给这个怀着希望的女人迎头一击。现在的徐母刚46岁，打扮起来依然能重现当年的风采。哎呀，女婿辛苦了，赶紧喝杯水吧。王凯正在屋里面拖地，徐母的眼神止不住地往他身上瞟。王凯，好，谢谢妈。他趁机在徐母递过来茶杯的时候，偷偷地摸了一下她的手，引得徐母不好意思地娇笑了一声。王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要不然当初也不能和还在上学的徐娇搞在一起。徐府因为前段时间的打击，一直没走出来。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老婆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和别人搞在了一起。我看着徐母和王凯之间的气氛越来越暧昧。在一个晚上，徐母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进了王凯的房间。我看着针孔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，笑出了声。2个月之后，徐母做了一大桌子菜庆祝。她在餐桌上高兴地对着徐父说：老公，我又怀孕了。徐父激动地抓着她的肩膀，不敢相信。他双手颤抖不止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徐母的肚子。哎呀，老婆你可真是我的大功臣，只要你能生出儿子，我就再也不找女人了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徐母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起，心满意足地享受着丈夫的疼爱。趁着徐府不注意，还给坐在一边的王凯使了一个眼神。王凯立刻会意，殷勤地上前倒酒，端到徐府的面前。爸，恭喜你呀，您真是老当益壮。徐府听着女婿吹捧的话，感觉飘飘然。要知道，他几个月之前可是当着自己女儿和女婿的面丢了一个大脸。徐父将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，豪迈地叫王凯再满上。一家人在餐桌上其乐融融。如果忽视掉餐桌底下王凯和徐母勾搭在一起的腿，就更好了。我低下头，掩饰住眼神中的冷意。徐家，你们的报应还在后面。上辈子
你们买卖小孩，在我找到亲生父母的之后，还恬不知耻地找上门来，不断地骚扰我们，最后更是将我的爸爸妈妈残忍杀害。这辈子我一定要让你们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。这天晚上，徐父被王凯灌了很多酒，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而徐母正亲昵地靠在王凯的怀里，一脸幸福的模样。不知道王凯说了什么，惹得徐母哈哈大笑。他们丝毫不顾及躺在地上的徐父。我躲在房间里面，将这一切都录下来了，发送给了小崔。第二天清晨，啊，老公，你干什么？我被徐母刺耳的尖叫声吵醒。她刚从被窝里面出来，就往院子里面跑。现在刚步入春天，刺骨的寒风直往她身上吹，冻得徐母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你大清早发什么疯？徐母被匆匆赶来的王凯护在身后，他拿出一件衣服披在了徐母的身上。徐府拿着棍子跟在后面，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红了。他气得哆哆嗦嗦，指着面前的两个人：“你们简直是不要脸！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和娇娇？”徐母和王凯的脸色一听这话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事情败露了。徐母嘴硬：“你别瞎说，昨天喝酒喝糊涂了吧？说这种没边的话。”徐府冷冷地笑了出来：“你们自己看看做的好事吧，还敢狡辩？”徐母看着手机里面的视频，整个人呆愣在原地。“这谁给你的？你怎么会有？”徐府冷哼一声：“是小崔，你真是一点都比不上他。他起码不会和自己的人乱搞。小崔不知道比你强多少倍。”徐母一听这话，直接从王凯的后面蹦出来。她最讨厌小崔这个破坏自己家庭的女人，恨不得将她吃到肚子里面。现在徐父居然还把自己和她相比，简直是不能忍受。徐母指着徐府的鼻子大骂：“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？明明没有生育能力，还想要儿子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”他一激动，把所有事情都抖了出来。徐父根本不相信徐母说的话。我慢悠悠地迈着小碎步走到院子里面，端着茶杯慢条斯理地张口，一副看好戏的表情：“爸，就是妈说的那样，徐娇和妈肚子里面的孩子都不是你的，你天生就不行。”此话一出，院中的气氛阴沉的可怕。我的话无疑是给他致命一击。王凯嗤笑一声：“爸，我这还是帮你忙了呢，你怎么不感谢我呢？咱们家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”徐父脸色阴沉，双眼死死地盯着徐母和王凯，一言不发。然后他转身拿起院中的斧头，向两个人砍去。我趁乱躲回屋子里面，脑子里面闪过的都是上辈子亲生父母死在眼前的场景。20分钟之后，院子里面恢复了安静，哀嚎声停止。徐府和王凯早已经倒在了血泊里面，只剩下徐母一个人缩在角落里面，惊魂未定。徐父和王凯自相残杀，死在了院子里面。浓重的腥气在空气中飘荡，引得我一阵恶心。我推开房门，向院子外面走出去。徐母见到我，像是看到救星一般，死死地抱着我的裤脚：“英子，救救妈妈，救救妈妈！”从她口中说出妈妈这两个字，真是让我无比恶心。我拿出手帕捂着鼻子，紧紧皱着眉头，嫌弃地蹲下来直视她：“这都是你该受的，谁让你当初买卖人口，真是活该！”徐母脸色苍白，拉着我的裤腿不放：“是我买了你，是我救了你，我是你妈，我是你妈。”我狠狠地抽回脚，踩到她的脸上：“你不配提这个字，买卖者同罪，你们全都是罪恶产业链上的一环，全都该死！”
徐家的事情终于结束了，视频传到了网上，网友全都谴责他们是罪有应得。而徐母因为受到了惊吓，精神失常的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现在我安心的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享受爸爸妈妈的疼爱。临走之前，我特地去医院看了一眼徐娇。最近的事情接二连三，她受到的打击很大，一脸虚弱的躺在病床上。英子，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？都是一家人，难道你对我们没有一点感情吗？我抬起低下的头，冷漠地看着他。不，我不是你们的亲人，我只是你们用钱买来的商品而已。徐娇张大嘴巴，呆愣地看过来。上辈子徐娇没有直接伤害过我，但是她也是我苦难的旁观者。在徐家虐待我的时候，在徐父徐母去我亲生父母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，他高高在上，冷漠地看着。有时候，沉默也是一种犯罪。徐娇余生将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度过。我推开门向外离去，门外是全新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